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衣橱。行李没有到，气到我直接开始。我们一到巴黎马上就有素材了，就是我们行李没有到，我不知道直飞怎么还能这样。心平气和。我的衣服、化妆品什么全部都在我的行李箱里，因为这次我们俩只带了一个大的托运行李，所以我们俩今天就是先佛系的逛一逛，希望今天晚上行李可以送到。大家如果遇到行李没有到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惊慌，我们已经惊慌了也没有用。我们已经遇到第2次了，感觉在欧洲机场还是蛮容易碰到这个情况的。不过蛮好，他们可以直接帮我们送到酒店，所以我觉得还好，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先送到再说吧。而且我的梅尔包包就是我的相机包，在托运行李里面，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要怎么带我的大相机出门。不拍了，今天休假1天。一来到巴黎，心情都变好了。虽然本来心情也蛮好的，来之前 Tora 就看了天气预报，跟我说巴黎很热，不要带太厚的衣服。所以呢，我就带了 The Row 那一件破洞牛仔裤。结果一来真的好冷啊！但我不是害你啊，我自己穿的也很少。我现在冻得瑟瑟发抖。我们两个那个飞机门一打开，想说完了，整个带错衣服。你是不是想要买衣服，所以你故意？我们俩现在来酒店附近的一个咖啡厅吃早餐了。这家早餐看似简单，但是每一个东西都很好吃。我今天点的是炒蛋跟培根，然后它上面有酪梨跟烤 cheese。松饼超级好吃，它底下有个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酱，但这个酱很好吃。香草奶油。香草奶油。点了一个 chai latte， 我不是很喝得惯，所以我决定要跟 Henry 交换他的抹茶拿铁。我们这次住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型。我刚刚跟 Henry 说，你看我把包扣得多安全。他说你别说这种话，听着就很不安全。现在也说行李怎么可能到不了，现在就没到。它这个镜子这种复古的颜色，就是那种感觉很久没有擦的这种效果，全是灰的感觉。脏脏净。巴黎的这种漂亮屋顶。这次是一个套房，但我其实更喜欢上次我们住的比较小的那个房间，我觉得装修的更漂亮一点。还是问他能不能换回上次那个，然后便宜一点。厕所比我们上次那个大，然后有一个浴缸厕所。而且我那个壁灯还挺可爱。开关一直都蛮可爱的，是这种用拨的，然后有声音。Tora 因为很累，所以我们就先回酒店 check in。哇，你这个状态好松弛啊！我就这样子帮你做今天的 outfit check。Kate 的牛仔裤，阿莱亚的铆钉鞋，中国爱马仕的皮风衣 ，Kate 的毛衣跟 Jacqueline March 的墨镜。因为我们今天4点就起床，因为我们今天飞机很早，而且行李还丢，还没有化妆品。所以下次如果跟女朋友出门，然后平常觉得化妆或什么很麻烦的话，你就把化妆包留在家里，她出门就是这个状态，非常的松弛，她也不会要求你帮她拍照了。转角方登广场啊。我们俩现在又来这条日本餐厅一条街了。上次离开巴黎前吃了这家拉面，觉得超级好吃，然后我今天中午就很想吃这家日本拉面。巴黎好吃的真的很多，
而且巴黎的亚洲菜好丰富。这一次来巴黎就是2个干饭人，先吃了2顿饭，现在终于要出发去逛街了。这也太不像我们了。因为我们今天到的时候，先是丢了行李嘛，然后呢到的又太早了，店都没开，我们就说那就先吃吃喝喝，然后就吃到了现在。而且因为今天是周日嘛，有很多店都不开门，所以今天我们俩就没有那么着急，一个闲逛的行程，正好素颜让我的皮肤休息一下。Harry 刚才非常 nice， 因为我在那我说哎呀怎么办，没有化妆，没有任何的动力出门了，然后 Harry 说没事儿，也其实也没有差很多呀，我感觉你跟你化妆差不多呀，你看他多会说。学到了吗？蛮好看。对。这家店的位置是 Tora 每次来都会想要逛的店，因为它有 Kate。然后他现在写了一个看不懂的，为了帮你省钱，请你出门左拐。我们第一次看到 CK Collection 的实体，蛮酷的这个版型，蛮酷的。但是有螺纹袖口，而且这个皮质摸起来蛮好的。这件白色的围巾大衣其实蛮好看的，但是它现在绑起来了，有点难试穿。它的这个材质应该就是羊毛，看它重量，哇，蛮重的哦，这件。确实没有包的特别好。我模仿你一下。你这个模仿的还挺好的。男装也有这个买手店，这是它的品牌，你可以看一下 Juice。自从我买到那个衬衫，我觉得 Juice 还挺好看的，小背心。哦，它这个图案还蛮女生的，版型挺好看的，颜色我觉得没有那么百搭。廓形我也蛮喜欢的，因为它够大件。这个版型其实蛮大，因为这件是46，我刚才穿50，给大家参考一下。Tora 让我给他拍照，我给他拍一个2楼视角，先切到0.5倍，然后把手拉超高。哇，收获一张航拍图。出发去喝奶茶。我点了乌龙奶茶加布丁。我每次都点这个杏仁豆腐奶茶，然后巴黎的这一家超级好喝。这没有办法录我们的电梯自拍，因为这个太糊了。还是我帮他把镜擦干净。看不清 outfit， 他让你闭嘴的意思。嗨，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还是穿的一样，因为我们的行李还是没有到。还好，我觉得昨天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的充电器都放在包包里面。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能理解吧，出来玩肯定就想打扮的好看上，每天你换上你准备好的衣服。现在就是长期主义的最佳体现。我们出发去马黑区的一个咖啡厅。这家我之前就很想来，真的很美，就是有一点点这种工业风，然后很多人坐在外面。它这边的咖啡偏酸一点，香蕉蛋糕蛮好吃的。我觉得这家咖啡厅非常适合拍照，它的光很好，然后它的餐具都很漂亮。我发现这个咖啡厅门口其实坐在外面挺舒服的，因为今天是大太阳，所以其实还挺暖和。刚才 Henry 在拍一个狗狗，现在光非常好，它的毛非常有光泽，然后它主人也很时髦。这家咖啡厅真的很多时髦人，准备在这一区稍微晃一晃。Henry
Henry 说他突然这个地方肋骨这儿很痛，我们俩就很紧张，因为他高中的时候有气胸，住院1周这样。对，还好没有开刀，不知道为什么走过来之后突然就这边不是很舒服。我说那你在这个晒着太阳缓一缓。现在好一点了。对面正好是一家药店，你很安全。它又不是急诊室，药店有什么用？我们俩还是立志想要搬来巴黎一段时间，等之后有机会，我们一定会来住几个月的。然后我看到有一些评论问我们拍影片的参数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调参数，只是摆平衡，我每次都是手动调。每一个光线下你要调的参数其实不一样的，只能给大家一个参考吧。大家可以用肉眼去手动调一下。图案蛮酷的。感觉你穿会小。I love Paris， 这挺适合我的。我确实是挺喜欢巴黎跟纽约。哦，是它牌子。这家 Brut 其实蛮有名的，然后它在巴黎有不止一家店，很多 vintage 的衣服。它有自己的品牌，就叫 Brut， 风格其实就也是有点 vintage 的感觉。还有一些衣服是他们收 vintage 回来，然后自己再 remake， 所以就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版型。它这个拉链的设计挺酷。每一件都是很局促的小。像地毯一样。好会形容啊！你爸想要的腰带，哦你快拍给他。Henry 他爸被我种草了 Kate 那条腰带。这家店是我们俩刚刚在路上随机看到的，它是有咖啡厅加上一些 vintage 的衣服。你很不适合买 vintage， 因为所有基本都会小。对。马黑区真的很适合天气好的时候在这边散步逛街，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店，装潢都非常漂亮，而且都在那种街边小巷里面。Lulu Studio 就是我的白色毛毛外套，就是这个牌子，有很多人问，然后所以我每次来都会逛一下这个牌子，看有没有什么宝藏单品。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去 Dover Street Market， 因为在附近 Le Maire 的店也在附近。而且巴黎的街道真的有一些时髦滤镜，就是任何人站在巴黎这个背景下，都会看起来更时髦了一点，有没有？可爱，它这还有洞洞。哇，这个开口很像，对。我们刚刚去逛了 Lulu Studio， 其实它现在已经改名叫这个了，但是我还是很习惯叫它以前的名字。刚才试到了一个 V 领的，有点像 Margiela 时期爱马仕的那个 Vera Use 那一件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毛衣，而且我们没有忘记这一集品牌档案，我们忙过这段时间，大家一定会看到这期视频。我们现在又去上次 Henry 被我翻白眼的那一家鹅肝汉堡了。其实头尔不是很想去，但是他实在找不出其他的选项，所以只好跟我再去吃了。网络上的评价蛮两极的，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我们俩上次是冒雪去吃的这家店，对，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25年1月的那一期巴黎 vlog，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那个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集 vlog。刚发生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去了一家眼镜店，然后我就把墨镜拿掉之后，我就发现我脸非常肿，像一个篮球一样。我点了一个 Thai salad， 看起来还蛮好吃的，是有烤牛肉在上面，而且是全熟的。好吃。它这个酱很有味道。这个干汉堡热热的吃很好吃，我觉得很香啊，就配着牛肉，有点像我们在巴塞罗那吃那个鹅肝配牛肉串的感觉，很好吃。我们现在来 Dover Street Market 了，它每次那个院子里的展览都不太一样。
们在 Dover Street Market 一进来就是2双 The Row 的鳗鱼皮乐福鞋，果然是巴黎，这个鞋不是很难买吗？结果巴黎一下有2双，而且都是男生的 size。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店很像一个迷宫，它就是分成了不同的空间，而且是不规则。我真的觉得这种铆钉腰带是穿搭一个非常好的点缀，男女都适用。这件跟我的那个白衬衫是同一季的，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 Dries Van Noten 的这种亮片。它还有一件是西服裙，底下有一个这个重工亮片的裙摆，那个我有考虑可以试试看，但它这次只有这个裤子。这摸着超级舒服，还是很舒服的哦，真的，费尔岛颜色也蛮可爱的。这是 Prada， 这好看。对啊，你看。哦，后面还有个标。这么小的，这也太可爱了。这种鞋挺配。就是。巴黎的这家 Dover Street Market 真的挺好逛。这人刚吓了我一跳，我刚刚从这楼梯走下来，转角就这边躺了一个。Henry 又心动黑色了，我新鞋好有光泽感哦，旧的这双已经变成哑光的了，对比之下，大家觉得哪个颜色更好看？这双鞋真的是可以无限回购。拿了2件的 Row， 一件大衣跟一件皮衣。刚刚 Tora 说我穿了一件皮的外套，有点老干部的感觉。我觉得整个版型过于板正了，对于 Henry 来说，大家觉得呢？大衣非常舒服，但是它的腰有点太收进去了，就是它版型比较偏女生。这件皮衣还蛮好看的，它袖这边有2层的这种短版的，版型很特别。这店有很多的 Row， 这件麂皮的风衣是上次 Tora 在安东尼亚有试过，这家店把这领子翻起来，我觉得很帅。现在准备去小白网上的男装店了。Henry 上次的皮衣就不是在这家店买的，是在这家店是的，但是是在另一家店买的。他是把这一家店的这件调过去的。秀场上的系列不错，就是挺波西米亚。哇哦，你很像要去岛上 party。我这样不是像去帮人家按摩的吗？你像是要去拍那个白莲花度假村。衣服有点小，有点偏小工装裤。Chanel 有出一个，就是这儿是 Chanel 的那个牛仔裤，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在哪都可以办公。这个太专业了，我第一次看到在公园还有电脑支架。我们现在看这里面是阿拉雅先生当年工作的 studio， 从他去世以后，这个房间再也没动过，然后里面还摆了很多的样衣人台，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板都挂在上面。我们之前在阿拉雅的纪录片有看过这个房间很多次，还有很多超模都在这里
走过。展览有2层，上面就是莱雅先生的 studio， 然后下面是摆了很多的衣服。给大家看这个电梯，它也是这种镂空电梯。现在我们要乘坐这个镂空电梯下去了。我们刚刚已经看完这个展了，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展的主题就是 Azzedine Alaïa and Christian Dior， 就是2个高定大师。他是把 Alaïa 的衣服和 Christian Dior 做的衣服把它 mix 放在一起的。虽然他们是不同年代的这种高定大师，但是他们的衣服有很多的共同性，就是因为他们一个人想当雕塑家，一个人想当建筑家，所以他们的衣服的共同点就是非常有雕塑感。这个之前在讲Alaïa那集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提到过。然后这个展厅里面的所有 Christian Dior 的衣服都是Alaïa本人的收藏。刚才我一进来看导览说Alaïa先生他有收藏500多件迪奥，所以这个应该是部分展出，因为今天这个展一共展出了可能70件衣服左右。这么精准吗？对啊，因为刚才有写。哦 ，OK， 很多廓形是有被 inspire， 所以他把 Christian Dior 的衣服跟Alaïa的衣服都摆在一起。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就比如说有很多是并排放，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设计的共通之处，但是不是说一模一样，但就是有一些类似的想法。其实这个展有展出现在Alaïa经典的那种束腰的设计，包括裙摆的那种大廓形。因为我的那条Alaïa的白色半裙之前跟大家说过，它是特别的 structured， 就是它甚至可以站在那儿，就它的褶做的非常的巧妙。然后我就看到在Alaïa先生做的时候，其实它的褶就已经有那样的设计了。这个展览应该是一直到5月，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如果刚好在巴黎的话，还挺值得来看的。而且它小小的，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来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所以看着的体验还是很好，推荐一下。他说3点到7点之间。我们现在要回酒店看一下行李到没到，再没到我真的崩溃了，大家。我们来揭晓我们的行李到底到了没？我太紧张了。I'm wondering if you received the luggage. Not yet. 还是没有到啊！绝望脸，绝望素颜脸。虽然行李没有寄到，但是还是得吃饭，所以我们俩现在来吃一家韩国烤肉。这家韩国烤肉很好吃，而且还不用自己烤。我刚才点了一个炒杂菜，一个石锅拌饭，我们点了2种牛肉。但是真的很饿，非常期待。逛了一整天了，第一次拍 vlog， 连续2天不化妆，还穿一样的 look。Henry 的一个特殊吃法，他把石锅拌饭和烤肉和泡菜堆在一起。哇，掉了！我们刚刚吃完饭 ，Tora 还在紧张我们的行李。然后我跟他说，行李绝对已经到房间了。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进去。我不敢进去，我不敢你请你去。那你今天睡这吧，你今天睡这，然后行李到了你跟我说。你去问你。哦，他不在，他就帮我们放行李。上去就是看到行李箱。好紧张，我太紧张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来玩3天都没有行李，我3天穿1套衣服，我觉得太扯。我们的行李终于到了。我就跟你说吧。终于。大家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煎熬。昨天机场跟我们说，当天下午就能送到。我本来说送会不会不保险，比如说我来一趟机场取，然后他说不用，你今天就可以收到。他没有这个口气。没有啊，他们说 no， 他们法国人嘛。啊，对的 no， 你就让他送到酒店就行。我终于放心了。如果等下打开，然后不是我们的行李，那节目效果就很足了。OK。经历了太多，都砸我靠，我的那个一个大瓜，终于有衣服了。嗨，大家早上好！今天的心情好多了，终于可以换衣服了。我们俩现在准备出发去左岸，因为 Henry 有一个他存了很久想吃的 bagel， 之前朋友给我们推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出发陪他去吃一个 bagel， 然后就又开始今天的逛街行程了。沉浸式出门。Let's just take a ride along the bay.
现在这速度非常好。如果你在10点到11点叫计程车的话，你就可以堵在这边，可以舒服的拍照，不用吹风，听着音乐，巴黎铁塔的背景，只要旁边不要有这种红色的箱型车就行。我们现在在 bagel 店门口了。Thank you。我点了一杯热巧克力，然后 Henry 点了一个什么 bagel？ 那个 Cody 是他店名的 bagel。经典 bagel。然后我们现在找一个位置，因为这家店没有座位。这附近没有座位，所以我们现在在路边 Henry 吃他的 bagel。这个 bagel 看起来超级好吃，给大家看一下。你这不吃一口吗？不吃。这家 bagel 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每次来巴黎都会去买，然后我就看了很馋，终于是吃上了，确实蛮好吃的。我们俩现在其实已经在 Collector Square 门口了，就是巴黎很有名的一家中古店。我上次也有来，但是上次因为没有预约，所以它就是比较没有人可以服务你，然后我有很多想看的东西就没有看到，所以这次就是预约了，学到了一课。Henry 在旁边吃饭，顺便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look。今天穿了 The Row 的这一件 Pommy 风衣，我觉得跟巴黎也超级适配。之前去罗马也有穿这件衣服，然后里面是 Kate 的这一件灰色的毛衣，我觉得这个金扣跟外面的这个风衣颜色也很配。然后裤子是 Kate 的这一条 Abigail 直筒裤，配了 The Row 的这双乐福鞋，所以今天又是一个 The Row Kate 人。墨镜是 Jacquemus March。我今天的毛衣、牛仔裤还有鞋子都是 The Row， 香奈儿的这一只墨镜跟 La Mer 的这个托特包。不然很担心如果单穿一件毛衣会冷，但今天太阳非常的大，所以很舒服。Henry 开始看 Kelly 40，卖掉了，剩32，但我觉得32对我来说很太少，我还是可以试一下。这个搭配很可以啊。但我觉得这个32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小，是确实，你还是得40。但是 box 真的很漂亮。这个真的很好看，这是 AP 的 Cobra 那个系列，但是你戴也稍微有点大。对，这只是金跟蓝盘。Golden Ellipse。刚刚去逛完 Collector Square 了，我们看到了一个 AP 的 Cobra， 它是白金材质的，28毫米，而且是机械表。我觉得过几年会非常流行，我觉得它的价格应该也会变高。那个是1980年代的一个男士的表，但其实现在来看，男女都可以戴，因为它非常的薄，然后它的表链有一点点像珠宝的那种手链的感觉。之前一直跟大家说，我们其实很喜欢 AP 中古的一些系列，比如说像 Bamboo、Cobra， 我觉得都是我们觉得很好看的。刚有是百达翡丽的 Golden Ellipse， 但我们俩都一致觉得那一只 Cobra 比我们试的那一只 Golden Ellipse 要好看。Golden Ellipse 也不错，它放在柜子里面看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但是戴上手我觉得也是蛮沉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小宝镜真的蛮适合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手都是偏细的。刚才有试一支37毫米的 Nautilus， 然后那一只是90年代的，那一只也是非常好看，因为它黑金的配色，但那一只表的价格就很高。刚才我还要试到一个非常好看的 Fred 的祖母绿戒指，是非常有体积感的那种，而且它有一些几何图案，我觉得那个非常的特别，有点像 Art Deco 那种样子。然后它那个祖母绿是水滴型，我觉得还蛮漂亮的。是我现在正在找那种大戒指，但可惜的就是它的戒围比我正常戴的要大太多，但那个我真的很喜欢。总之，逛中古的这些珠宝手表真的好有意思。如果大家有要来 Collector Square 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网上预约一下。旁边就是乐朋马歇，所以我们打算直接去逛一下商场。
我觉得乐福马歇真的算巴黎比较好逛的一个商场，因为它的牌子很多，而且它环境也比较好。Kate， 这个蛮好看的、啊。对。还有铆钉，哦，这个很软哎。对啊，这个很软。它的跟有那个金属。对，这个跟挺好看。这个不是你想要的那种踝靴吗？哦 Leicester Square 在这儿也有一个柜。哇，这有那个娃娃。对。好小哦。哇哦。1988哎。哦。07年。这个颜色挺好看。Millie Loken。它有这条裙子，最喜欢那条裙子就是这个，哦，但是不是花的，是黑色的那个薄纱。我来试 Kate 这件衬衫，因为这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它黑色的裙子，但它现在只有这个花花的版本，超级大花。每次来这个商场，它装置都不太一样。它现在又换成了一堆猪，农场氛围，还有一些羊。刚刚试了 Kate 的那一双铆钉的平底鞋，那双超舒服哎，特别的软，里面是麂皮的，所以穿上就像穿了一个袜子一样。刚才我在逛 Kate 的时候，另一个客人他就问我：“你的风衣是什么牌子的？”我说 The Row， 他说 Of course。大家都觉得 The Row 很好看。哎，这个就是那条裙。好看呢。这件确实蛮重工，然后上面是这种西装布，而且我觉得它这样低腰的 fit 还不错。这样。白色跟蓝色都是 Eglita， 非常好看，版型真的很好。我们今天早上就是快闪之外，现在准备去吃饭了，随便逛一逛就3点。我们现在搭上了巴黎 F， 看下绿灯一定会油门踩到底。好香啊！他们默认薯条其实跟美乃滋，但是后来又特别要了3个标。我们点了一个蟹肉牛油果前菜，然后点了一个这个菌菇意面，还有一份薯条。它的这个黄油上还印了餐厅的 logo。这家很好的点在于它过了3点还营业，因为现在很多餐厅都关了。菌菇奶油意面，我觉得它奶油没有特别奶，法国奶油挺好吃，不错，这家蛮好吃的。它奶油味确实没有重，好吃好吃。这个唇膏真的超级好用。吃完饭，我们准备去逛一下 The Row 的店了。万多姆广场真的好漂亮呀！我说里面像闹鬼一样，因为灯一直闪。Body 的试衣间超级酷哎！
里的那个麂皮外套还蛮好看的，但是我这件太小了。我这件小吗？我这件刚好。对，这件刚好。对，我这个是爱心的，很可爱。而且它没有那么重。这个是一件超级复古。戴个墨镜。不是啊，哇，这个好闪啊！哇，真的好闪。Chanel 男孩。你知道吗？这一件，其实我看过他的介绍，他的 inspiration 是一个电视明星，每次上节目的时候，他会让人家记住他，所以那个女明星都穿了很多亮片的衣服。哦。然后所以这是他的灵感。这件亮片跟那个麂皮都很好看。他刚刚给我一个小的别针，胸针。对，超闪的这一身。好看。这件好看。又到了巴黎最期待的店之一。其实我一直不确定这个发音。Leclereur。Leclerc。你记得那个什么？这颜色很好看，好像是33号色，浅灰色。不知道这有没有我的 size？ 不知道为什么 Henry 这么上头这个鞋，他特别激动，大家知道吗？我没有特别激动。有，通常你逛街都没有这么激动。上次 Henry 来巴黎买的是这个19号。这一双，然后他每次穿的时候都很开心，觉得很帅。然后他这次来就说想看这个带钛的，这也是 CCP， 然后 CCP 很经典的这种叫什么？低胶的鞋底。太大了！哇，这个脚感好神奇啊！这好看吗？我真的不能理解。理解的扣1，不理解扣2。硬是让 Tora 试一下 CCP 2601。最好试到。你说你的感想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它放在那边看，真的像艺术品一样，但是可能跟我现在的穿搭比较没有那么适配。那你把眼睛睁开说话。而且它也不是我的 size， 所以拔草了。也没有拔草，然后我觉得这家店的店员真的非常的好。我刚刚跟他说我的 size 之后，他就把所有有我尺寸的款式都拿出来让我试。所以我刚才试到了 U 底的，然后还有新款，就是后面有一个圆圆的钛的，都试到了。不过真的跟我平常穿搭比较不适合。如果大家对 CCP 或是这种比较先锋的品牌有兴趣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可以来，他们真的非常热情。我们俩在巴黎皇家宫殿附近找了一家咖啡厅，随机走进来就很漂亮。因为我们晚上约了一家餐厅叫 Pink Mama， 那家非常好吃。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休息一会儿，就准备去吃晚餐了。我们刚刚在 The Road 没有录 vlog， 但是我有试到 The Road 的 India East West， 然后是它这个季节的新色，我有点心动了。Tora 现在疯狂心动，就跟上次一样，就是一样的 story， 所以我还是会去把它买了。但是我也没有那个什么，也没有办法让大家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也没有拍。上一次我们在这一层。我们俩今天晚上来吃一家意大利菜，这一家我上次来的时候觉得比很多在意大利的意大利餐厅还要好吃。比如说这个奶油松露意面真的超级香，就是隔壁桌上菜的时候我就被香到了。这次我们坐在它的顶层的露台，很漂亮，就是这种玻璃房。我看到有评论说问我们俩会不会吃什么火锅麻辣烫这种，其实我本人是纯中餐味，然后 Henry 是都可以，他都爱吃。2人份那个牛排比较好吃，哦提供的。OK。这算
稍微比较硬一点。好，那我们就继续吃饭。坐在路边跟朋友这样喝酒很 chill， 不觉得吗？可惜我现在喝一杯就醉了。我们刚才点好了外卖和奶茶你。直接说，怎么了？你昨天你直接说出来是吧？对啊，我们刚刚点好了外卖和奶茶，准备回去看视频了，最开心的时刻。我们俩像猪一样吃了一个西餐之后又来点中餐。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晚安。Bonsoir。早上好，欢迎来到新的一天。我们俩现在准备走去爱马仕的总店， Tora 想要买一个爱马仕的笔记本，写一些日记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去看看他的笔记本。他的笔记本非常的好看。后面这个 GMB 我们刚才逛完了，他们是我很喜欢的设计事务所，我有 follow 他们很久。家居小摆件和大家具全部都是他们自己的牌子。这个是一个设计工作室，他们其实是2个人，一个是建筑师，一个是室内设计师，然后这是他们的品牌，他们有很多。这种烛台都超美。看这种盘子其实也很漂亮。放一些图给大家参考，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室内设计风格。纠结住颜色。这个是珍珠灰，然后这个是腿白色。奇体笔记本。还蛮好看的。非常好看。我刚才穿的超级浪费，因为我没想到它是一个裤子，我以为它是一个裙子。这家店是Tora坚持一定要来的。种草了很久的 Noir， 而且它位置也很方便，挺好喝的。哇哦，这样好美哦，这样。这个挺好看的，你这种怪好看。Oh yeah, it's huge. 然后巴黎店的卫生间像一个电梯一样，是这样。被锁在里面了，什么意思？
嗨，大家又是熟悉的 The Road 店门口，有一点去年场景重现的感觉，既视感。我刚刚又买了一个 The Road 的包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我现在的包柜里比较没有的一种包型和颜色，我非常满意，我很开心。Henry 他也收获了一个心愿单，那个真的太好看了，试到了一个 Margot 17黑色麂皮，然后它配的是金扣，真的非常心动，因为它只有一个，而且他说麂皮真的很少收到，只有一个应该是话术。对啊，对啊，每次买包都只有一个。对，但确实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麂皮啊。直接在这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look，The Road 的这一件毛衣外套，然后里面穿了 Kate 的这一件黑色的 T 恤，配了 Alaya 的这一条工装裤，还有 Kate 的铆钉腰带。我觉得 Alaya 工装裤跟这个腰带，我是把它们俩组合焊死。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本来穿了一个平底鞋，是 Alaya 的那个芭蕾舞鞋，然后我现在还是换上了 Kate 这一双高跟的踝靴，因为这个裤子它裤长比较长，真的是得配高跟鞋。我觉得这双鞋真的算是蛮好走，跟很稳的那种。我这次只带了一个包，就这个 Kelly， 我觉得内缝的这个 Kelly 确实是挺好用的。我今天穿的这件克有线棉服，刚刚在德国店里面还被他们夸了一下。然后里面是这件 Olay 的毛衣，配上安丹的这件牛仔裤跟 The Road 的乐福鞋。我刚刚还有试一双黑色的乐福鞋，但它是皮的版本，我觉得也很好看，然后皮质更软，个人还是更喜欢鳗鱼皮的版本。我们俩现在准备去巴黎的 Jacquemin March， 因为这家店真的很大很漂亮，东西也蛮多的。而且 Henry 他爸爸被我们种草 Jacquemin March 以后，他这次还去东京买了一个框架眼镜，他说他要配成老花镜，会不会有点 too much information？ Too much information 。我们俩现在走到旺多姆广场，就是全世界我最爱的广场之一，真的很漂亮。这次来巴黎，我们俩有个非常激动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明天准备去 Kate 的 showroom 预览26年秋冬的系列，非常激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天的 look。这一盘都是Dylan，就Dylan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然后他刚刚拿的这一支是这种偏黑色的，爱马仕那个 So Black 的概念，很好看。我想要找的是棕色那一支，但是好像目前没有。差不多。He tried the 53. I think is better on him. Because my face is big. Honestly, no. 这个真的蛮好看的，我戴这个窄的，因为Dylan有分50跟53。哦，我戴这还行啊。对你戴我戴宽的窄的都行，但是 Henry 他得戴宽的。对，这个就是53的Dylan，我觉得对我的脸来说比较适合一点。但是这个颜色我可能有点驾驭不了。这是他刚刚让我试的新的款式，叫 Zimmerman。他说就是有点像是Dylan 跟我的那个眼镜 Rolling 的结合体。我很喜欢 Jacquemin March 的棕色配金色，这只是 Tolino， 然后也是 So Black 版本，这边就变黑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边边也是变比较暗一点。这个其实还可以，但 Henry 还是想要这个配色。刚刚他拿另外一个廓形棕金色，这个颜色是我最喜欢的，但我还是更喜欢Dylan。我们刚才发现 Henry 这副 Last Frontier 的眼镜跟 Dylan 的眼镜几乎形状是一样的， Dylan 更往上翘一点，我觉得都是蛮适合亚洲人的，所以说大家现在买不到这一副的话，其实可以买这个。他们就是镜腿，这个会更复杂一点。我们俩今天就是一个高强度逛街行程，现在准备去克罗心看一下巴黎的克骡子有什么东西。克骡子，克骡子，我跟杰克小兔学的。我们刚刚去了 Jacquemin March， 不过没有找到我喜欢的那一款。他就是在找我这个配色的Dylan，不过他很热情，就给我试了很多不一样的配色。而且我这次来巴黎逛街，我觉得跟我25年年初来的感觉是一样的。Henry 在这儿努力的拍摄凯旋。如果你跟我们喜欢的东西差不多的话，25年年初的那一集巴黎购物指南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回看一下那一集的视频。
现在日落光很柔和，而且可以看到铁塔就在那儿。哇，这感觉变紧了。是吗？铁粉啊！最后还是决定去把那个麂皮的 Margot 买了。对， Henry 心心念念很多年的呀，确实。主要是很难得碰到一个麂皮。我们俩现在在 Throw， 然后我刚刚发现我下午买的包，他跟我说没有新的，结果现在又摆了一个新的出来。Henry 说他白担心这包没了，他说说不定下面还有10个，这个就是话术，大家。其实他们都有的。他店里说不让拍照，气到我直接开始拍视频，主打一个叛逆，给大家展示一下店里环境吧。它这边有 Hero 的 logo 吗？什么叫有 logo 吗？logo 还得要，可以低调，但不能没有。对，知道吗？Henry 终于喜提了他的 Margot， 完美，麂皮的。如果大家觉得好看的话，请拿弹幕打1。巴黎有多少这种黑头象形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时装周。对啊。等维米来再给大家开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俩今天的 The Row 战利品，回去再给大家开箱分享更多的细节，非常的好看，非常满意的2个包，我们俩都非常开心，是不是听不出来？淡淡人开箱，嗨。这是我们新买的包，非常开心，拜拜。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笔记本，希望可以用它记录美好生活。哇，好好看啊！这个颜色也太有仪式感了。每次用完这样写完，然后扣一下，哇，我好喜欢呢。这个感觉是可以用很多很多年。我们点了外卖，点了 Machi。又到了我们的常规环节。在巴黎还是得点一个中餐。逛街真的很累，很消耗体力。然后我们俩就是懒得出门吃饭了，我们要是还是点个外卖吧。所以我们今天就点了这个川菜，点了一个手撕包菜，一个四川凉面，还有这种炒饭，看起来超好吃，还有水煮牛。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明天有一个非常激动的活动。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天。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 get ready 了，因为呢，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准备去看 Kate 26年秋冬的 presentation 了。刚走完的那场秀，然后他们在巴黎也有办一个预览的活动，所以我现在是非常的激动。那我们就出发吧，一起去看一下这个系列。我今天就是 Total Look Kate， 我觉得这个紫色的手套 Pop of Color。很好看呢，要不你一会儿别去了，因为他今天穿了一身 The Row， 一会儿你在门口等我就行。不过还好，因为 Kate 没有男装，对，所以你还是比较 respectful 的。对，那一季的邀请函很特别，是那种应援灯牌，然后上面写着 Kate， 路过 Chanel 的康朋街的店。哇，好多人。今天是 Matthew Blazy 的第一个 collection 上新，我们下午就要来了。对。嗨，大
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在 Kate Showroom 了。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去看完了一圈这一季所有的饰品还有衣服。它这一季的 inspiration 是一个电影叫《赝品》，这个电影我还没有看过，所以我打算回去看一下。但它好像就是有关真假虚实这样的一个对比，所以说直接带大家去看衣服。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听这些概念，这一季就看到了非常多，比如说材质上的碰撞，或者廓形上非常有巧思、非常有对比度的一些单品。我觉得这个手包非常好看，今年这种长形的包，大家真的可以去考虑看看。这一季有很多材质上的碰撞，这个包是前面是马毛，后面是麂皮的，是不是很特别？没怎么见过这样子的包。哇，这个包好轻哦，它拉链也是这种 Art Deco 的扣子。哇，这个拉链长条形的，超级酷。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它那场秀的 imitation， 而且这一季还有很多这种非常美的晚宴包，比如说这个羽毛的，我超喜欢，因为它这一季灵感来源就是一个70年代的电影，所以就有很多70、80年代的廓形和设计。这个包就是很有当年那种纸醉金迷的感觉，有没有？之前在时尚趋势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就是最近几年像80年代那种 glamorati 的风格有回归，是华丽复古的感觉。我觉得这一季在 Kate 的体现非常明显，而且都做得很现代，有很精彩的鞋。这双鞋我觉得它做的很有建筑感，它这边有一点镂空，然后上脚就是那种非常修长的效果，就会显得你腿型很好，很复古、很时髦的一双高跟鞋。像这一季它就是做了这种刺绣在丝绒材质上面，我觉得也蛮特别的。然后这个鞋跟是这种很复古的这种有点拿破仑时代的鞋跟的感觉。Nevada 就是我今天穿的这双鞋，我最近最爱的踝靴。今年有出这种全麂皮材质的，我真的很推荐大家秋冬去尝试，真的很百搭，它的鞋型超级优雅，还有这种西部靴我也很喜欢。这双感觉也是 Henry 在找的那种踝靴。这双鞋我在秀场看到，觉得很特别，它鞋头做了这种像巫师鞋一样的感觉，现在看起来是弯的，然后它穿上的话就会变成直的。我觉得 Kate 就有很多这种很有乐趣的细节。大多数衣服在下面，所以我很期待带大家下去看一下。它这上面是手工刺绣的猴子，是不是很可爱？我的手套跟这个地毯完美的融合了。这边就是有展出一些印花的包包，比如说像这个奶牛纹，因为 Kate 其实还蛮常用动物纹，比如说我这双鞋也是有一些动物纹的拼接，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给你整个 look 增加了很多亮眼的细节。这一墙呢，就是这一季所有的 look，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look， 比如说像是这一套西服的链条，我觉得非常的好看。以及呢，我觉得这一季有很多礼服裙做的也是非常亮眼的，因为我很喜欢 Kate 的裙子，我自己也有买很多蕾丝的这种丝质连衣裙，然后配上这种蕾丝的 bra 在里面，这个也是 Catherine Huston 本人最喜欢的裙装之一。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 Kate 品牌的风格，就这种直筒丝质的连衣裙，丝质衬衫配上非常隆重的礼服裙，再配上一个这种丝绒的蝴蝶结，就真的很有70、80年代那种华丽复古的感觉。它这个露背超美，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西装链，也是我今年会想尝试的一个配饰。非常喜欢 Kate 的羊绒毛衣，然后这一季我又看到了非常多好看的羊绒毛衣，比如说像这种混色的毛衣，它有出短款的和长的，而且这一季也看到更多更有趣的毛衣，比如说这一季它把这个格纹毛衣有一点 prep style 学院风的毛衣上面做了一点这种花卉的面料改造，还有超级喜欢的这种配金扣的羊绒毛衣。今年冬天科尔很好笑，他戴着手套，然后说：“哇，这个摸起来真的很好。”不是，是因为刚才说这个它是拼接颜色，但是摸不出它的拼接感，然后我摸了一下，确实摸不出拼接感。这一件呢，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件毛毛外套，因为我觉得它花纹拼得非常特别，而且这个色调也是我很喜欢，我会穿的这种毛毛大衣。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衣橱。然后这种呢，就是刚才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一季很多出现的欧根纱、薄纱的材质，这个也是很美，这种透视的裙子。然后之前我也有尝试过 Kate 这种薄纱透视的裙装，我觉得是我穿着频率很高，然后会一直想要拿出来穿的衣服。军装外套、男装的元素在裙子上面，我觉得也是很特别、很亮眼的一个点缀。这是我的那条牛仔裤 Caro 这一套 look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一套，收腰的这种西服外套配上一个这个西服链。
这个链子很好看，它有一点宗教感。对，而且也是 Kate 品牌非常经典的廓形，这种直直的肩膀下来，超它把美。腰身也收了进去。天价大衣，这个裙子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看的一条，很仙女的一条裙子，真的好美。对，超级美。这一件的廓形是我很喜欢，它有出毛毛材质的，也有出普通的西服的材质。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领子这边做的像是你围了一个披肩，也是我自己今年秋冬会想要尝试的这种版型，因为就很特别，跟其他的西服外套都不一样。找到了 Henry 可以穿的毛衣，像这种大毛衣，是不是就是你喜欢的那一种？你看这件也是。真的特别多好看的羊绒毛衣，大家期待一下。而且 Kate 的羊绒真的很舒服。对，包括像这种开衫，我觉得也都是男生女生可以共享的。你买大一点，谢谢。可以带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我觉得非常美的薄纱的长裙。我感觉这条裙子的整个版型跟我之前有的那一条 Alex 直筒的丝质连衣裙很像，都是那种比较偏直筒，有一点点收腰的廓形。然后它这一季呢做了这种蕾丝的面料，也是我很想尝试的。包括它里面也是做了一个叠搭的设计，有不同的配色，还有这种粉白配色也是很好看。哇，这件毛衣也好适合 Henry 啊，还是给 Henry 一个强力种草，他买了我们俩都可以穿。对，你帮我拿一下这个，怎么说？这感觉我真的可以直接穿耶。而且它每一件混色都混得非常漂亮。我已经能想象，就是这一件毛衣搭配这个半裙，这一套灰色的 look 也是非常我的一套 look。我喜欢这种有厚度，它自己有自己的廓形的这种毛衣外套，所以我觉得这件开衫种草。来一趟 showroom 加了一堆心愿单，心愿单加100。Kate 的模特都好漂亮，而且他们身材都很好，他们穿 Kate 都很好看。当然我穿 Kate 也还可以，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季的 Kate 怎么样呢？我觉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季，而且我觉得每一季 Kate 都有做一些新的突破，比如说不管是在面料上、工艺上，还是出一些新的廓形。买 Kate 这么多年，就是它每一季都会有一些新的惊喜，所以 Kate 一直都是我最爱的品牌之一。差不多带大家看完了这一季的 Kate 26年秋冬系列，我们就一会儿再见吧。我们俩来杜乐丽花园的经典大喷泉拍照了，给大家看，真的非常的美这里。但是这个盛况可以说没有一个空着的椅子。你的表情憨憨的，脖子还前倾。大家有什么矫正脖子前倾的方法吗？我跟 Henry 都有一点前倾。好像确实没有位置，甚至我看到还有2个人叠在一起。我们现在终于像巴黎人一样坐在路边喝咖啡了。我们发现酒店楼下这个咖啡厅超级有巴黎的氛围，就是这种藤编的椅子，然后配合这个绿墙。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 Kate 的衣服，因为以前店里可能就是有几个 selection，秀上太夸张的款式店里很难看到。今天在 showroom 就是所有秀上的 look 都可以看到，而且可以去摸，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look， 我今天穿的是25年秋冬的倒数第2套 look。今天穿的就是一样是 The Row， 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包包。然后我昨天晚上把这个翡翠项链直接挂在包上面，非常的好看。有时候真的是有点不得不佩服啊。佩服是佩服我妈的选品能力。我们刚刚看到一个老奶奶，她拿着一个铂金上了公车，说明巴黎也没有那么危险。感谢巴黎的天气，让她可以穿这条破洞。真的。我们今天晚上的飞机就要回米兰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益丰堂，因为巴黎有益丰堂，益丰堂是我最爱的拉面之一，我本人最喜欢那个腊肉味增。C'est Paris sans toi. Je prends mon mal en patience. Les jours passent.
我们俩吃完益丰堂，准备散步去神庙总店了。我刚刚回酒店换了一套衣服，换上了我的休闲克罗子。我觉得克罗子这个词的人很好笑，配的是 The Row 的这条黑色的半裙。这条半裙单穿超好看，但因为现在还是有点冷，所以我只能给它遮住。换上了我很舒服的这一双阿拉亚的芭蕾舞鞋。在杜乐丽公园千万不要穿高跟鞋，大家早上给我走的脚底板很疼。这是巴黎的证交所，就是皮诺他的私人美术收藏。我们之前有去参观过这个美术馆。巴黎街头这个氛围感拿捏。C'est Paris sans toi. Je prends mon mal en patience. Les jours passent sans toi. Je n'y peux rien, j'y pense. Et pourtant, les heures défilent une à une. Mais le temps décidément. 我们刚才去逛了神庙，然后我试了那2双我想试的鞋，但是呢，那双黑色鳄鱼压纹的高跟鞋非常的硬。然后另一双，因为我的脚背比较高，它前面很薄，所以那双鞋我就穿不了。双色的鞋我打算回米兰再试一下麂皮的，因为我觉得麂皮应该会软很多。不过我觉得2双鞋上脚都非常好看。对，就是如果说不谈舒适度的话，样子是绝对是没有问题。因为今天是神庙上新的第1天，人非常多，然后他们很多的颜色都已经 sold out 了。现在准备要回米兰了，有点不舍。但是非常愉快的一个巴黎的旅行，虽然一开始丢了行李，但是最后还是不错的，非常的圆满。是的，然后走之前还去看了 Kate 的 presentation， 然后还买到了我们的 The Row 爱包，就在这儿，我们把2个包叠在一起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巴黎购物分享。米兰再见吧，拜拜。